听闻叶晨要给自己接风洗尘，史蒂夫自然是受宠若惊，连连感谢道：“叶先生，您日理万机，还能抽出时间见我，实在是太感谢了。”叶晨微笑道：“大家都是好朋友，不用这么客气。你预计在燕京什么时间落地？”史蒂夫想了想，恭敬说道：“回叶先生，我再过几个小时起飞，航程大概15个小时，落地金陵，估计要到当地时间的明天上午10点左右了。”叶晨道：“这样吧，明天中午我在金陵最有名气的天香府设宴款待，这家饭店名气很大，你的手下肯定能找到地方，到时候你直接过来就好。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金陵虽然没有人手，但是他们的大中华区总部就在燕京，而且等级很高，人手也很多，所以史蒂夫已经提前通知了那边的行政人员，到时候会提前安排人员和车辆到金陵为他服务。刚好落地时间距离午饭时间也比较近了，直接去见叶晨，顺便吃顿饭，在史蒂夫看来也是非常合理的安排，于是便非常爽快地说道：“好的，叶先生，到时候我出了机场就直接去您说的天香府见您。”叶晨笑道：“好，那咱们就明天见了。”史蒂夫殷勤地说道：“好的，叶先生，明天见。”挂了电话，史蒂夫激动难耐，原以为叶晨都未必会答应见自己，没想到他竟然还要请自己吃饭，这明显是一个友好的信号。看来自己这次去华夏，开局还是很顺利的。要是能把老爷子交代的任务完成，把霍格维茨家的2父子带回纽约，那就更完美了。一旁的妻子正在为他收拾随身的简单行李，见他打完电话，连忙低声问道：“老公，那个姓叶的混蛋要请你吃饭。”史蒂夫吓了一跳，连忙瞪了他一眼，恶狠狠地说道：“瞎他妈说什么呢？那可是叶先生。”妻子不屑地说道：“干嘛？那个混蛋坏了你的好事，你还袒护起他来了？你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吗？”史蒂夫压低声音说道：“你懂个屁！叶先生的手眼通天，本事大的不行，你老公我根本就玩不过他，我没跟你说吗？人家有办法让老爷子死我后头去，我就是宁可惹总统，也绝对不能惹了他。”说着，史蒂夫又警告道：“你也不要觉得在家里就能图一时嘴快，有些话要是他妈的在家里说顺嘴了，出了门根本就把不住，这都是日后闯祸的潜在因素。而且你要知道隔墙有耳，你骂叶先生可能听不见，但你能保证老爷子的心腹，还有我那些弟弟就没人听得见，万一他们去告发我，岂不是完蛋？”妻子的表情已经愈发后怕和羞愧，而史蒂夫这时候又压低声音道：“你要记住，在这个家里，就连咱们的儿子都不能完全相信。”妻子忍不住道：“老公，你不至于怀疑自己的孩子吧？他们都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是我们的骨肉啊！如果连自己的骨肉都要怀疑，那也未免太过分了。亲骨肉顶个屁用！”史蒂夫问他：“咱们的儿子是咱们的骨肉，那我难道就不是我父亲的骨肉吗？”妻子一听这话，表情瞬间呆若木鸡，良久之后，她才惆怅地叹了口气，点头说道：“老公，你说的对，我以后不会这样了。”史蒂夫这才满意，叮嘱他道：“我走之后，不要跟任何人提起叶先生的事情，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要跟叶先生见面。”好，妻子重重点头：“老公放心，我一定守口如瓶。”史蒂夫也放松下来，微微点头，随后说道：“这次叶先生要请我吃饭，这是个友好的信号，想来我这次去华夏，应该会有很大的收获。”妻子激动道：“那可太好了，你得赶紧了解一下华夏人请客吃饭的规矩，千万不要让叶先生觉得你不懂礼貌。”史蒂夫连连点头：“对对对，你说的对，我还没参加过真正意义上的华夏宴会，确实要好好研究研究，以免唐突。”说着，史蒂夫立刻拿起手机，搜索起了华夏饭桌上的规矩。他的妻子也赶紧用手机搜索起来。与此同时，叶晨驱车下山，来到了香榭丽温泉酒店。为了不打扰多数学员的修炼，叶晨只打电话告知了洪武。毕竟
洪武本身在众多武道学员里就是吊车尾，而且他多是玩票性质，所以叶晨便让他到温泉酒店的门口等着自己。待叶晨抵达酒店的时候，一身练功服的洪武已经在门口等候。他3两步来到车前，为叶晨拉开车门，恭敬地说道：“叶大师。”叶晨点了点头，对他说道：“对了，洪武，明天白天让天香府暂时停止对外营业，准备一桌好酒好菜，原本预定的客人，记得给人家一定的赔偿。”洪武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，随即问道：“叶大师，您是有朋友要招待吗？”叶晨随口道：“也算不上什么朋友，就是一位远道而来的冤种。”属下明白了。洪武点头一笑，说道：“您放心，属下一定安排妥当。”叶晨微微点头，又道：“你明天要是没什么事，就跟我一起招待一下。那哥们家里趁不少钱，你认识认识，也算是积攒一些人脉。”洪武一听这话，心里顿时感激无比。他在叶晨面前，除了绝对的忠诚之外，很多时候也感觉十分自卑。自卑的原因，主要还是自己出身太差，实力也差，最重要的是也没什么学问，标准的大老粗。而叶晨贵为叶家家主安家的外孙，自身实力更是强悍，自己在他身边鞍前马后，也经常会觉得不够资格。可是叶晨一直都没有嫌弃过他的出身，甚至让他当了叶家在金陵乃至全省的代言人。现在甚至还要介绍其他的有钱人跟自己认识，自己心里又怎能不感动？不过他心里知道，感激叶晨的话不一定非要说出口，于是便恭敬说道：“好的，叶大师，属下明天便在天香府候着。”说着他又问：“对了，叶大师，您说的那位冤种怎么称呼？我提前知会一下员工。”叶晨随口道：“他叫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。”罗斯柴尔德？洪武惊讶地问：“就是美国那个大名鼎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？”“对。”叶晨点头道：“这哥们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2号人物，现任族长的长子。”卧槽！洪武惊得目瞪口呆，喃喃道：“罗斯柴尔德家族的2号人物，要来天香府吃饭？这……”叶晨见洪武一脸震惊，随口笑道：“这有什么好惊讶的？”洪武忙道：“属下哪能想到，这身价多少万亿美元的罗斯柴尔德家族2号人物，会到天香府来吃饭，想来也是叶大师您的面子足够大。”叶晨笑道：“不是我的面子大，是我对他的威胁大。他懂事就到你的天香府吃饭，不懂事就到你的养狗场吃饭。”洪武恍然大悟，重重点头，随后忽然想起什么，脱口道：“对了，叶大师，属下的养狗场里，现在还关着2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爷俩呢。”